Vlog 是视频日志的意思，它是除了图片文字之外另一种分享生活的方式。这2年这种形式非常火啊，我们频道里边有很多 Vlog 视频都是我用手机拍摄的。手机可以实现拍剪发一条龙的服务，这个单反有的时候你发现精彩瞬间还得需要什么再设置啊，这个比较麻烦，手机拿出来就可以直接拍。本期我们将从视角、画质、防抖、收音这4大方面进行对比，来看看目前的这些旗舰手机之中，谁是前置拍 Vlog综合实力最强的手机。很多男生可能觉得这期视频没啥用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给身边的女生推荐手机，那么这期视频的内容就是你的财富密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本次对比机型虽然价格不同，但是都是各家你目前能买到的最顶级旗舰了。开始之前呢，我们首先来调参啊。查看完各家的前置录像设置之后，这次我们故意没有统一为 1080p 60帧，因为光参数这里各家的差距就已经非常大了。三星、苹果、华为3巨头都支持 4K 60帧的前置录像，默认不开启，需要手动打开。其余5台最高仅支持到 1080p，5台中只有魅族支持 1080p 60帧同开，其余都只能支持30帧。这个参数对于稍微想多拍 Vlog 的人来说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啊。另外，苹果前置录像也能自动 HDR， 但由于最新的杜比世界 HDR 格式没有很好的软件支持，拍出来的视频也只能在支持该格式的设备上观看才能有效果，所以我们先将其关闭。但是要特别说明，它开启之后画质会有再次明显的提升。视频镜像翻转同样重要，问问大家，你是否介意拍摄出来的东西和预览框看起来方向是相反的呢？我个人就比较介意。一加、华为、魅族不支持前置录制镜像翻转，后续的素材为了观看一致性，我们在剪辑软件之中人为的将它们的素材方向调整为相同的了。测试环境如下，前置视频规格有多高开多高，有防抖和镜像的一并打开。为了尽量保持相同的视角，我们一次测试4台手机，所以我们将前置以30 fps 录制的机型和60 fps 录制的机型正好分成了2组对比，简称30帧组和60帧组，同一时间地点行走同一路线。视角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环节，这是我们认为对于 Vlog 拍摄最为重要的点。拍摄过 Vlog 的人都知道大头有多丑。在自拍方面，无论是左挖孔还是右挖孔的机型，都有一种对不到正中心的感觉。每次打开相机都会花点心思调整位置。摄像头相对居中一些的华为、苹果还好，完全中置的三星就最符合人体的直觉，拥有天然优势。大多数手机前置录制的画面会比拍摄的画面要更小，更大的视角决定了画面的张力以及信息的容纳量。和后置一样，拍摄有风景的画面时也会更有冲击感。8台手机中，华为的视角最广，它是唯一一个支持前置视角调节的，默认0.8倍视角就已经比其他手机的可视角度大很多了。虽然可视角度排名上它第一，苹果第2，听起来差距不大，但事实是开启广角模式之后，苹果也像个路人。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观看素材的时候，都会主动询问哇，这台视角最广的手机是哪个？可见画质有的时候也不是吸引人的第一要素啊。而视角方面同样引人瞩目的也有小米，因为它的可视角面积真的是有些局促了啊。部分素材稍微不正都会只拍到半张脸。广角除了上面说的优势，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显脸小。第2大环节，画质。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前置录像60帧和30帧之间的差距。这一组快速旋转的过程中，30帧的视频看着就眼晕，抖动掉帧，很难让人有继续看下去的欲望，成片也无法达到独特的旋转美感。60帧这组，魅族即便开启防抖，相比于其他3台也更抖一些。华为的清晰度最好，近处人脸以及旋转的过程中，后面的物体都清晰可见。苹果的光线变化最为自然，宽容度最高，整体也更具质感。在这组固定镜头画面中，30帧的4台手机整体差距不大，当然它们的整体表现也不算好啊。一加的第一观感就是泛白明显，宽容度低，比如我们后期小姐姐身后的桥，小米远处的树也有些泛白，照射在湖面上的光 OPPO 最为真实。4台之中也是 OPPO 的整体观感最好，但如果你只是看人的话，一加相对最好，因为它的泛白显得皮肤更白了一些。同样地点来看看60帧这一组啊，不管是画面的视角、湖边的反光还是清晰度，一眼都能看出来魅族和其他3台手机的差距。毕竟价格因素摆在这儿啊，魅族只能陪跑。三星很好的还原了桥面纹理以及明暗部的细节层次，苹果和之前一样，只有它才能拍出来光线营造出来的整体质感。华为很好的把树、湖、桥身上的颜色都展现出来，树更绿，湖更清，桥更旧，色调也比较舒服，但也缺乏苹果那种光线感。
至于哪个把人拍的最好看，这个问题我们留给弹幕和小姐姐本人啊。OK， 3、2、1，后期小姐姐回答的是更喜欢苹果的，因为更容易看出来她涂了口红。接下来看一下下午3点钟的公司大厦，30帧组逆光拍人。vivo 由于小姐姐头时不时的摆动遮住光线，画面明暗起伏非常大。OPPO 画面略暗，看不清发丝，整体观感不如小米来的舒适，整体色调还不错，近处的光线也还原了阳光的真实。相同的场景，60帧组的华为、苹果依旧保持之前的特色，三星、魅族也和 vivo 一样出现了测光不准的问题，尤其是魅族这个场景下逆光几乎看不清人脸和树叶的轮廓。为了排除不是位置原因，我们将三星、魅族和华为、苹果进行位置调换，结果同样如此。菜市场之中呢，30帧组里一加 vivo、OPPO 由于光线复杂，无法正确还原水果蔬菜的颜色。小米表现最好，60帧组中，魅族、三星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。华为颜色还原最好，而且由于更大的视角，不仅画面内容丰富，同时保证了高清晰度。2楼我们设置了一条直走，然后转弯坐下的路线。30帧组噪点明显，高光处过曝，这段素材非常明显啊！苹果不仅压制住了室外高光，而且整体质感比其他机器都要好太多。夜间环节，我们挑了一条灯红酒绿的街道，8台手机夜间灯光压制最好的前3名，依次是苹果、华为、三星。苹果是唯一一个把图案轮廓展现出来的手机。极限暗光场景下 ，vivo 几乎看不到脸，一加是30帧组之中唯一能够看清楚五官轮廓的手机。看来白天泛白的特色在夜间也能发挥一些作用，虽然看得清，但也偏色明显。60帧组4台手机都能够看清面部，华为在识别到极限场景之后，会自动将屏幕的一圈调整为白色背景，增强光源。华为也是唯一一台前置录像会自动补光的手机，虽然占据了一部分预览框的视野，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。由于手机的镜头底确实太小了啊，即便是灯光非常亮的夜间马路边，8台手机的噪点还是非常多，建议还是调用后置吧。如果用手机拍 vlog 的话呢，大家还是最好在白天进行拍摄啊。受限于时长啊，我们没办法逐一展示拍摄的几百个 G 的素材。此处可以3连投币点赞。总体而言呢，在白天和夜晚的画质表现上，三星、华为、苹果可以说是吊打其他5台手机的存在。虽然同为4K 录制，但是华为给人的感觉要更加清晰一些，色彩表现上也更加分明。苹果的光线控制让人印象深刻，成片也更具光感。三星则比较容易出现发挥不稳的这情况。其余5台手机呢，魅族在画面的流畅性上要优于其他30 FPS 的手机，但是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，OPPO 和小米在这5台之中表现稍微更好一些。第3个环节，防抖。Vlog 大部分都是手持拍摄，但画面大幅度的晃动会让观众产生不适，甚至是头晕恶心。无论你的故事讲得有多好啊，也会打消别人看下去的欲望啊。即便是简单的走路，支持防抖的机型也明显要更好。比如这组边走边转弯的过程中，不支持防抖的机型每走一步上下的幅度都特别大，支持防抖的机型表现要更加平稳。当然，防抖也分等级啊，魅族就无法和华为、三星、苹果媲美，在上下楼梯时也可以明显看出它们之间的差距。华为、苹果、三星表现差不多，看来只有在跑步才能看出来明显差距了。在这组跑步过程之中，魅族即便支持防抖，也和其他不支持防抖的机型表现差不多。vivo 后置的微云台非常给力啊，但是前置的晃动幅度是最大的，还是三星、苹果、华为强争霸。华为在跑动的过程中，背后场景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撕裂感，转弯的过程中也比较自然，防抖级别是这几组之中表现最好的。全因素综合下来，如果不算上其他软件生态的话，华为大于苹果，大于三星。其他5台手机之中，魅族的防抖效果要最好。到此影响画面的因素我们都聊完了，估计你心中已经有数了。提前去帮大家在拼多多的100亿补贴看了一下啊。8款手机有4台都在补贴之中 ，iPhone 12 Pro Max 128G 官方的9299，补贴券后价格8899。目前性价比很高的小米10 Ultra 8+256G 官方5599，补贴之后4999。具体方法是打开拼多多首页搜索23323这几个数字，点击进入按钮，或者直接点击屏幕左下方的链接，就可以进入活动专属页面了。不止手机，苹果全线产品均有较高的补贴力度，还有美妆、潮鞋、家电等等其他品类，到手都是在品牌价格的基础上减去商家的补贴，再减去拼多多自己的补贴，挺划算的，可以把羊毛薅起来了。别着急关视频，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点，收音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白测评，记得3秒哦，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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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白测评，记得3连哦，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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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的画质你可以忍啊，但是差的音质绝对不想忍。这也是之前厂商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。OPPO、vivo、小米、魅族一家的人声都比较寡淡啊，这个听不出什么太大的区别，而且背景噪音都比较明显。表现最好的一批依然是华为、三星、苹果。总体而言，这几个环节测试完，虽然是8大旗舰，但实际每项的表现最好的第1名都是从苹果、三星、华为之中争夺出来的。没办法啊，4K 60帧防抖这些功能都有天然的优势。其余5台手机啊，更像是陪跑，当然价格差距也是比较大的。苹果在高光压制、成片的光线质感、录音的立体感之中表现都最好，整体稳定性也维持在了非常高的水平。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对于经常用前置拍摄 Vlog 的入门者而言是值得选择的。华为的优势在于拥有更大的视野，色彩分明，层次感也强，其余表现也不错。尤其在于视角的用户可以考虑华为。通过本期视频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确实在很多人们不常用的地方，三星、苹果、华为都下了功夫，也和其他手机拉开了非常明显的差距。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。细节功能上，三星、苹果、华为还支持前置慢动作的录制。三星画面整体泛白啊，人脸像打了一层白光，不够真实。华为整体偏暗，苹果最为自然，空间感也更好。小米、华为支持前后双摄，但由于小米的前置不支持防抖，拼接后的画面一半稳定，一半抖动过大，而且它的视角也不够大，体验不如华为。美颜方面，所有安卓手机都做了自动美颜处理，确实一种优势。拍摄 Vlog 多数场景下，脸好看比景物好看更为重要。苹果则是个真实 boy 啊，负责数据库的伟哥，个人就强烈对苹果的前置提出差评。这个真垃圾，这个真不错。魅族一家的自动美颜处理在选项中没有具体的美颜参数可以调节，华为开启美颜或者滤镜之后，无法同时开启 4K， 鱼和熊掌不可得兼。美颜方面特别要说一下 vivo 啊，拥有18种美颜选项，7种媒体选项，大家可以把专业打在公屏上。虽然我们这一期是设备质量的测试，但是客观上讲啊，好的设备当然能够提升 Vlog 的质量。但从主观角度出发的话呢，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太陷入器材党的误区。1080p 60帧就是一个很好的格式了。与其在意自己的设备够不够强，不如仔细想想怎么样呈现一个有趣的故事给观众啊。我们只要掌控基本的 Vlog 拍摄技巧，尽量保证画质让人有看下去的前提，剩下的故事情节才是 Vlog 最重要的地方。如果你有记录生活的想法，那么就不要瞻前顾后了，现在就去拍摄，就去尝试吧。还是那句老生常谈，你不迈开那一步，永远到不了对岸。这是我给大家拍 Vlog 最重要的建议。OK， 更多任何精彩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。这些手机拍摄 Vlog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续航，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。不管是你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